開咗 Jurocasta 之後咧，就向北行啦。咁咧就嚟到呢度嘅呢個叫做 Tapanana 嘅城市。咁呢度咧就有一座城堡叫做 Tapanana Castle。呢一度咧就係 Tapanana Castle 入口嗰個地方啦。咁呢度出名咧就係因為18世紀嗰陣時咧，呢度有個好勁嘅人叫做 Ali Pasha。咁佢喺呢度出世，喺度住，而後來咧佢成為一個好重要嘅軍事同埋政治領袖。呢一座 castle 咧城堡咧，咁其實佢就係已經算係廢置咗㗎啦。咁所以咧你見到呢度其實都有少少好似頹垣敗瓦咁樣，因為周圍嗰個即係有埲城牆喺度，但係都冇乜點樣維修。走雞啊！走雞啊！走雞啊！走埋嗰度全路嚟㗎，冇掟走喎，原來可以捐過去嘅。最大嗰隻捐到咧，捐到嘅係。Tapanana 呢個城鎮嘅歷史咧都幾悠久嘅。咁佢最早咧就係由拜占庭人建造啦。咁到15世紀嘅時候咧，奧圖曼時期咧就進行咗發展。咁去到19世紀初咧，就由頭先講過嗰個 Ali Pasha 嗰個人咧，就再進一步去擴建。即係咁，我頭先咧就企喺呢度影緊呢條彩虹啦，咁就有個大概10歲到嘅靚妹經過，咁我就指住條彩虹同佢講話 no 咁樣，咁跟住個靚妹咧就望一望條彩虹，跟住又望翻住我，佢嗰種眼神咧就好似喺度同我講緊話，喂，你係幾廿歲人未見過彩虹啊？哇，嗰一嘢真係勁 hurt 咯！離開咗 Tapanana 之後咧，咁就向北揸車啦。咁揸咗個幾鐘頭車咧，就嚟到呢個叫 Poyang 嘅小村莊。咁呢條村有咩特別咧？就係因為呢個位置咧，喺幾千年前咧就曾經係希臘嘅一個大城市 Apollonia 阿波羅尼亞嘅遺址嚟嘅。呢一座教堂咧就叫做 St. Mary Church and Monastery。咁而佢旁邊咧就有一座 Archaeological Museum 考古博物館。咁呢個博物館咧就展示咗呢度Apollonia 阿波羅尼亞發掘出嚟嘅寶藏同埋文物嘅。呢一座 St. Mary Church and Monastery 咧就喺一座山丘上邊，咁佢咧就可以望晒成個 Apollonia 嘅考古園區啦，甚至乎亦都可以望到呢個 Adriatic Sea 嘅。呢一座教堂咧就喺13世紀興建嘅，咁佢就結合咗拜占庭以及古代嘅建築風格。咁佢呢個修道院入邊咧就有好多珍貴嘅壁畫啦，亦都有一啲藝術作品喺度展示嘅。咁修道院嘅旁邊咧就有一座考古博物館啦。咁考古博物館就有2層嘅，下邊呢一層咧就有一啲古代嘅石雕塑咁樣喺度展示。而2樓咧就係一個室內博物館，展示阿波羅尼亞發掘出嚟嘅文物。Apollonia 嘅歷史咧就可以追溯到去公元前600年左右。
呢一座城市咧，本來就喺呢個朱比利斯旁邊嘅，好有戰略同埋貿易優勢。佢其實咧就係由古希臘嘅移民建立啦。呢啲移民喺當地嘅部落支持之下咧，就建立咗呢個希臘嘅殖民地，而後來咧就發展成為一個希臘嘅城邦。當時咧Apollonia 咧係一個十分之繁榮嘅城市，人口增長迅速，咁就成為咗希臘學習以及天文學研究嘅主要中心。佢擁有一個好重要嘅港口，呢個港口咧能夠容納多達100艘船嘅。佢嘅另外一個重要性咧，就係因為佢位於一條好重要嘅古羅馬公路嘅起點。呢條公路咧就連接咗羅馬帝國以及佢嘅東部地區啦。咁所以咧呢度咧就係前往意大利一個好重要嘅地點嚟嘅。咁但係咧，Apollonia 喺公元3世紀嘅一次地震之後咧，就開始衰落啦。呢一次地震咧就改變咗V 號西河嘅流向啦，以致呢個港口嘅淤塞，亦都使 Adriatic Sea 嘅海岸線改變咗，令到 Apollonia 咧離開咗 Adriatic Sea 嘅海邊。最後咧 ，Apollonia 就喺公元4世紀左右被遺棄，逐漸就淡出咗歷史舞台，成為咗一個遺失咗嘅古城。離開咗 Poyen 或者 Apollonia 之後咧，向東揸咗幾個 mile 咧，就嚟到呢個叫 Phia 嘅城市。咁 Phia 咧就係阿爾巴尼亞嘅第7大城市啦。喺人口方面，佢咧就喺1864年正式建立，就係呢個阿爾巴尼亞西南部嘅終點站。咁所以咧，對於阿爾巴尼亞南部嚟講咧，呢一個就係好重要嘅交通樞紐嚟嘅。自從共產主義垮台以嚟咧 ，Phia 呢度咧就經歷咗建設以及重新發展。咁譬如話眼前嘅呢個公園啦，我喺呢個 Google Map 上邊咧睇翻2016年嘅Street View 咧，其實呢度係冇呢個公園嘅，全部都係屋嚟嘅。幾個人企喺Phia 嘅呢條橋上面啦，咁咧一邊咧就聽住呢個清真寺嘅祈禱嘅聲啦落到嚟啦。即係一邊咧就係呢個回教清真寺嘅祈禱聲啦，另一邊咧就係呢個東正教呢個教堂嘅鐘聲啦。係企喺度橋咧，完全係感受到呢度係有完全兩種截然不同嘅文化。喺共產主義時期咧，阿爾巴尼亞大部分嘅宗教場地咧都俾共產黨拆晒，咁所以呢一座清真寺咧就係2005年先至興建嘅。而河對面嘅呢一座聖 George Orthodox Cathedral 咧，就喺大概1997至2000年之間重建翻嘅。